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鬼屋，我相信大家只有在游乐园才见过，大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摆设，用来当做娱乐的场所。那我今天讲的这个是一个的的确确的鬼屋，和上期阿米提维尔鬼屋一样，同样是一个充满灵异事件的房子。这也是华伦夫妇一生调查中最著名的案件之一了。虽然它的知名度没有阿米提维尔事件这么高，但是也凭借着一系列毛骨悚然的事件，使这栋房子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事情发生在1986年的康涅狄格州，斯内德克一家有4个孩子，大儿子13岁，患有癌症，每周必须去医院做5次治疗，路途遥远，费时费力。于是他们打算搬到康涅狄格的一个小镇上，方便往返。但是他们手头并不宽裕，无意间碰到了一幢很合适的房子，价格非常低廉。斯内德克一家就抓住了这个机会，赶紧搬了进去。当他们搬进来的时候，发现每个房间门口都挂着十字架。更诡异的是，地下室里有个奇怪的房间，里面放满了防腐工具，像是个太平间。后来他们得知这幢房子几十年来是被用来当殡仪馆的。妻子很是担心，不仅是怕闹鬼，而且怕这里会影响大儿子的身体状况。但碍于当时的经济条件，只能住下来，而且大儿子需要治疗，不能再折腾了。于是他们便封锁了那个奇怪的房间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不久之后，奇怪的事情变多了。首先是大儿子称自己会听到陌生人叫他的名字，一遍一遍重复的叫。他告诉了自己的妈妈，他妈妈猜测这可能是因为自己和他父亲通电话产生的回声，因为房子空空荡荡的，确实很容易导致回声。但是大儿子能确定的是，他的父亲根本就不会这样一遍一遍喊他的名字。妻子还在橱柜、抽屉这种地方发现了奇怪的尸体照片，在房子的花园附近还有个小公墓，这都让人感觉很不舒服。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某天家里的小儿子调皮，偷偷的跑到了那个奇怪的房间，看到墙上和地板上有奇怪的红色液体，胆大的孩子摸了一下，竟然是血，回去哭着告诉大人，大人都当成开玩笑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然而自从大儿子搬进了这个家后，一直能看到一个男人，他有着一头黑色的长发，乌黑的眼睛，时而会威胁他，时而会不停的重复他的名字。他家人觉得他是接受了放射治疗后有的后遗症，是药物的副作用产生的幻觉，但在联系主治医生后，医生称正在服用的药物不会让人产生幻觉。妻子还注意到门上挂的十字架时常会出现，时常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奇怪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。某天大儿子被看见他不顾父母设置的封锁，走到了太平间，问他要干什么，他神志不清的说道，我和他达成了协议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儿子性情大变，变得孤僻又暴躁，妻子仍然觉得这是药物的副作用。直到有一天，妻子在家拖地的时候，发现地上用来拖地的水变成了红色，他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眨了几次眼睛，地上竟然流淌的是血液。随后他还发现了大儿子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各种太平间的尸体、谋杀、虐待等骇人听闻的故事。然而大儿子是有阅读障碍的，他靠自己是不可能写得这么完整。妻子问他是谁帮他一起完成的笔记，大儿子说是自己一直会看见的那个男人。大家都以为他得了精神分裂，于是让他搬离了这所房子。但不只是他，其他家庭成员也都碰到了怪事，有的在睡梦中被自己的声音叫醒，醒来身上都是淤青跟划痕，像是被人打了一样。于是妻子便联系到了华伦夫妇，他们是当时很有名的驱魔专家，还出版过一些灵异案件调查的书。华伦夫妇和一些调查员一起搬进了这所房子里，待了一段时间。他们称屋子里确实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可能是太平间的尸体生前被殴打，死后邪恶的能量仍然留在那里。后来这所房子进行了驱魔处理，大儿子也再次回到了家中，但是他说其实自己离开家后，那些症状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，而后来被误诊为精神分裂。关于康涅狄格州的鬼屋也存在着很多争议，后来居住的人称并没有看到任何灵异现象，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这家人为了赚钱而博夺眼球，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明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一切都是大儿子进行治疗产生的幻觉吗？还是死者真的在折磨他们？又或者这家人添油加醋，是整个事件在炒作？所以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这个康涅狄格州的鬼屋也被翻拍成了电影《康涅狄格州的困扰》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